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全球氣候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，暴雨頻繁，城市洪澇的新聞幾乎每周都能刷屏一次。很多大城市甚至因為一場雨陷入癱瘓。但是有一個國家，它不只是能應對暴雨的侵襲，還充分將雨水轉化為可以造福民眾的資源，它就是新加坡。這裡的排水系統不僅幫助這個島國屹立暴雨之中，還被稱為全球典範。同時，新加坡也是水敏感城市的開創者。但如今，新加坡的排水系統也開始遇到新挑戰了。暴雨越來越猛，海平面不斷上升，新加坡這個天花板級的排水系統還能撐多久？2025年起，新加坡砸下1.5億新幣，啟動新一輪全島防洪升級。今天我們就來看看，為了應對未來氣候挑戰，新加坡排水系統在2025到2030年究竟有哪些改造規劃？新加坡是一個熱帶島國，雨水對於這裡的人們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。但最近幾十年來，雨水卻變得越來越難纏。根據數據，新加坡自1980年以來，年平均降雨量每10年增加約78毫米。2024年的年降雨量甚至達到2739.8毫米，比歷史上的平均值高了8.1%。不只是雨量在增加，暴雨的強度和頻率也在快速攀升。像單日40毫米以上的大雨天數也逐年增多。你可能會想，既然是全球典範，難道還不夠用嗎？問題的關鍵在於，氣候變化比城市升級快得多。暴雨來得猛，生成快，沿海潮位也在升高，老排水設計已經應付不過來了。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，幾乎沒有天然滯洪區資源可利用。對比一下其他國家的排水策略，美國擁有天然湖泊和長河系統，中國在郊區建設大規模滯洪區，而日本甚至修建了地下巨型洪水城。但新加坡沒有這樣的多餘空間，它別無選擇，只能想辦法在有限的地上和地下做足文章。新加坡的排水思路完全不同，主動出擊，精細到每一個雨滴，所以新加坡才決定提前5到10年把整個系統升級到下一代。新加坡的排水系統遠不是我們常見的重力排水那麼簡單。為什麼？新加坡地勢太平坦了，重力無法高效幫助排水，所以乾脆設計了一整套主動排水工程。一個比較知名的例子是史丹福蓄洪池，這座蓄水池能容納38000立方米的水。這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15個國際規格的奧運泳池。而 Side LV 泵站比起傳統的水渠，更是為城市繞區提供了額外保護。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小印度地區，他們讓大雨帶來的積水快速進入地下排水網絡，宛如城市的心跳加速器。2025年，新加坡政府投入1.5億新幣，啟動了25個排水工程，其中6個是新開工項目。一是老區補強，像 Franco Estate、Bedok First、Jalan Besar 路邊排水溝渠加深、副渠擴寬，讓暴雨能順利排走。另一個是泵站升級，像 Side LV 一帶，新泵站能讓短時暴雨的排水能力提升一個檔次，同時提升應急能力，加強水位監測 CCTV、工地監管，使得淤泥堵渠的情況大幅減少。簡單來說，2025年就是先把馬上能做的全部做掉，為2026-2030的大工程鋪路。新加坡的排水系統有一個頂級優勢，它不僅覆蓋每一寸排水點，還依賴智能網絡大腦。整個城市的排水管理就像一張密密麻麻的蜘蛛網，全島大約部署了1000個水位傳感器，500餘處監控攝像頭，還同時引入了 X-band 雷達監測。所有這些數據實時流入新加坡聯合操作中心。這到底有多高效呢？讓我們對比一下，紐約這樣的發達城市還沒實現全域監控，中國城市大多是多部門分散管理，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甚至完全沒有類似系統。更酷的是，新加坡通過 Google Maps 供重推送警報功能，直接將洪水預警信息傳遞到居民手上。在此基礎上，我們也在不斷升級迭代，計劃再增設650個水位傳感器，
並利用 AI 提前預測雨帶分布，實現全島30分鐘調度。所以哪怕短時暴雨，哪個排水槽水位上升，系統都能第一時間發現。然後呢 ，PUB 發布寮防洪和建築指南書，讓新建築改建項目都必須考慮防洪、雨水收集和直流設計，還有沿海和河岸防護不再一刀切，每段海岸、每條河都有針對性的設計方案。換句話說，新加坡在用科學規劃，把防洪能力從渠道延伸到社區加建築加地塊。2028到2030年才是真正的大工程階段。第一件大事是 Long Island 填島和海岸防護工程，大約800公頃新土地，用於住房、濱海公園和基礎設施。海堤、潮汐閘門、抽水泵站構成新防波線，城市對暴雨和海平面上升的承受力大幅增強。第二，大型泵站和地下蓄洪池也會擴容，公共渠道、濕地滯留、泵站3層組合，讓極端暴雨不再是威脅。第三，水敏感城市理念全面鋪開，綠色屋頂、雨水花園、透水鋪裝、滯留池，暴雨來的時候，水先在城市裡消峰、岩石，部分回用。新加坡對雨水的態度不只是別讓它淹了我們，而是讓雨水和城市居民和諧相處。這體現在新加坡的 ABC Waters 計劃，比如說大家熟悉的碧山紅帽橋公園，它的自然化河道不僅實現了減災和生態功能，還成為了城市清水景觀的亮點。居民來這裡散步，不只不會害怕雨水，還能感受到人與水之間的紐帶。所以呢，新加坡的排水系統升級不只是修渠，而是在為未來20年的城市防洪安全做準備。如果你覺得這類城市規劃、氣候適應的視頻有意思，也可以把視頻分享給朋友看看。別忘了點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，我會帶來更多像新加坡排水系統、未來城市和全球基建的深度解讀。